2023年过去了，你觉得政府打房的效果好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哦。我们在上一次影片聊了社区有凶宅可以买吗？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我今天跟你讨论另一个问题，为何打房政策都被看成利多？这个是个乡民私讯给我的新闻。就有人在 PTT 上问就不管今天政府推出什么打房政策啊，房地产讨论板上的讨论都可以把它解释成利多这样他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什么东西啊，怎么全部都利多啊那这些措施到底是拿来打房还是推高房价的那我是这样看就一切还是回归市场机制。市场上那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是存在的也不是政府想要房价跌就房价跌，我们又不是什么独裁专政国家。而且我们现在说直接一点，就是你看现在的政府官员还有立法委员有多少人手上有不动产，你去看那个财产申报就知道啦。那房价跌等于全部人的资产都打折所以政府在推出打房政策的时候都会非常的谨慎你动一个人的蛋糕，可能别人只会在那边改改叫，可是你这个房一打下去，全部的人的蛋糕通通都少了一大片那很麻烦所以你要知道这些政策到底有没有在打房。当你有了这个概念以后，你再回过头来去看去年推出的打房政策，就有一种哇柳暗花明的感觉你看豪宅课税伤不到整体房价，那个基数太小了然后法人买房大减 98%， 这看起来好像很伤，但是去年的7、8月同期是2003户，现在变成37户那2022年的法人买房数量是2万户左右在房地产的交易数量是 31.8 万户，只占原本房市的 6% 而已，而且法人不能买就变私人买而已而且它是豪宅产品就真的不影响大局所以这个蛮厉害的这个跟手术刀做手术一样精准那再来是预售屋不能转让这个政策，这个就是封杀掉那个红单恶性炒作的交易那再来就是5年之内不能卖房子就房地合一税，它不是说不能卖只是那个抽税不一样，所以大家都给它放到5年再卖。那这个是用来稳定市场的就是说你不要给我炒短线去扰乱市场价格但是这个对本来就是长期自产的投资客来说，它本来就没有影响，它本来就有自产需求，它就不会短跑短卖嘛最后你要知道，政府只是想让房价稳定上涨慢慢的上涨，稳定的上涨。所以你看我们刚才盘点了几个都很像杀手锏的政策其实都只是为了要让房市不要出现那种剧烈的波动，所以禁掉的都是那种马上能够套现的手段，但是它没有影响到一般人的买屋换屋像你如果就是很正常的小换大，或是大换小，那你大换小政府还会把税给你退回去的那像之前赖清德前副总统，现在接下来是总统了，他也加码了青年安心成家，对不对？让年轻人可以贷到新台币1000万，然后利息补贴加码到 0.375。如果他真的要打房就不要给就好啦，他甚至就说就把新鲜案整个砍掉就好啦事实上没有这样很多年轻人都会买不起房子那市场的供需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那哪需要搞这些有的没的就真的是好好的去维护基本盘，让年轻人有上车的机会就好了。所以你就知道说政府在操作政策的方面其实是很细腻的他也会担心房价崩了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也是投资客一直都很看好房市的原因，因为你跟政府走就是跟着大趋势走，基本上不会出什么意外。就算今天真的政党轮替好了我就问哪个政治人物名下没有房地产的那如果他没有，他另一半也有那市场上也讲政治人物就是会巩固房市因为巩固房市就是巩固他自己的利益巩固自己的利益，巩固自己家族的利益，那就当然都 OK 不然他出来竞选干什么市场上的讲法是这样。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聊了为什么打房政策很容易都被看成利多那我的看法是说，市场上那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是存在的，不是政府想要房价跌，房价就会跌再加上官员们自己也都持有房地产，而且很可能是他最大宗的资产，这使得政策制定的走向
就是以稳定为目标，而不是说我要把什么房价砍一半之类。那我们回顾了去年推出的一堆打房政策很多，真的很多豪宅线然后法人买房的限制然后房地合一 2.0， 然后那个平均地权条例等等预售屋转让这些东西，它实际上对整体房市的影响有限主要都是为了阻止快速套现，造成那个行情会剧烈波动。那对于基本盘的买方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大势还是不变的把一些这边乱的一些东西把它砍掉而已。最后我跟你分享了，政府除了阻止快速套现以外，它也针对想要买房的人提供各种补贴措施，代表房市还会整体向上最后我想问你，你是怎么看待去年推出的房地产政策？欢迎底下有人讨论理性一点千万不要讨论就崩溃，就开始人身攻击讲八卦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大堆房地产限制的政策，我会说就直接证明了房地产现在就是往上走，就像一锅快要烧开的水，你才去盖盖子嘛那个水这边不会动，你干嘛浪费这个力气去把盖子给它盖起来就跟以前一样嘛，很久时代东西就一直加房价还是一直上去，所以才要加盖子这就变相的证明了现在房地产趋势是向上的。然后再来，这里面有很多的政策房地合一 2.0 它就让短期要买卖的中古屋就不见了。好，所以市场中发生什么现象？供应减少，就供给变少了，因为大家买来就自己放。你要想一间房子以前是抛出来投资客买了装好之后就要把它抛出来卖了，它从这手换到下一手，它大概每隔2年会出现在市场中一次每隔2年，那当然房价就跳得很快好，这是一个现象，我们先不说好坏，这是现象。那现在的自产流派就变成说因为房地合一 2.0 税务的关系，我这样忙来忙去，我不如就放生出租，等个5年之后再说赚的钱会差不多。好，那就变成说这间房子一旦被人家成交，5年之内它都不会再出现，它就消失，它就潜水5年，你知道，一堆房子在成交，都一直潜水5年，市场上的供应就大量减少真的是大量减少。再来是那个预售屋转约以前红单这样跑来跑去，现在变成什么？现在就变成说你只能什么2等亲之内转让等等的。好，那就变成以前大家惯用的人头战术就不能用就不好用。那人头也有成本好，那预售屋炒红单的这些人，到时候他真的要把贷款办下来，所以他买了8户预售，他真的要有办法办那8户预售呢不然就赔钱呢。所以看一看缩手那预售市场要回归更健康。现在还敢去买预售的人，就真的啦，都是有能力把贷款给他办下来要么自己住，要么出租用的人。对，然后还有那个法人买房法人买房也是那个豪宅都是公司买的嘛，那现在打下去就是个人才有办法买。那豪宅市场本来就不用理它，因为那个就不是一般的市场那现在还能成交豪宅的，就真的是很有实力的人。然后还有那个法人不能够买住宅嘛，以前法人很喜欢买住宅，为什么？他随便讲他就是说当公司宿舍等等的，其实他在炒房了现在都不行了。对如果你要买可以，那就没得贷款。那没得贷款的情况之下，它的投报率就不会那么漂亮，会比它的本业还要差，所以就把法人买住宅这件事情从市场中赶出去了好，那让市场回归正常的现象，所以我其实乐见其成虽然政策长这个样子，我是乐见其成你应该要这样子想，就是政府现在是要维稳维稳为重点，让它慢慢的往上爬。我们换个角度看，这叫大家都还来得及上车大家还来得及上车。你不要说就那么猛爆性的炒房炒上去，然后价格让你到时候不在车上怎么办像我是已经上车，但是我还没上够，对不对那不需要啦，你不要这样子房子剧烈的拉上去啦，没有人有好处的有好处的都是少数人而已就是宁愿这样子慢慢1年加3%，这个我们都接受加，但是它的趋势很长一直向上都不会停，这个才会健康这个才会我真的是这样子想的，就政策就没有什么问题它让我们现在的房市很健全非常的健全。你看那个银行余放比就知道了，现在被法拍的数量史上最低历史新低，那就表示虽然房价那么贵，
可是大家的财务状况这个整体市场来说，确实还是相当健康，这不可否认这就很多政策这样子帮你做出来的稳健的市场。所以就这样子吧，我们就在台湾嘛，就是这样子的游戏规则，那我们就是遵守，不要乱搞，到时候被人家枪毙给大家看，没有比较好。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了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买房置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你不要搞错了。那置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我的心得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置产的房子，你是要置产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不是你喜欢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所以什么高楼层有景观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面中庭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就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三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哎呀，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那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然后漏水又壁癌就 OK 这个没办法训练这是心魔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往往都是那没整理条件不好什么低楼层、面中庭那自住客门一打开，看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最后我看好高雄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 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
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订阅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